殿下，你快别写了。殿下，你若想和离，就尽快和离；你若还想留住驸马，就早些回去吧。怎么还不走啊？小小年纪，管这么多干什么？殿下，您现在还如此年轻，算起来我还比你年长几岁。你就听我一句劝吧，快回去吧。殿下，您平时行事果决，为何这次如此逃避？你总不能一直在督察司批文书批到死吧？早晚要回去见他的。你觉得我如今优柔寡断，很不讨人喜欢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回去了，裴文轩见到的就是这样的我，那又怎么样？反正裴文轩心里有你，你也不是不在意他。谁跟你说我在意他？殿下，在此之前，你给别人喂过汤吗？你有伺候过任何人吗？你有小心翼翼在乎过别人的感受吗？你关心别人喜欢你或者不喜欢你吗？你对他真的不上心吗？那日杀手要杀你，你同我说不用管。可当他们刺杀裴文轩的时候，你却把他们一网打尽。线下杀谢兰青明明太过冒险，可你为了警告他们，为了驸马，还是要杀死。殿下，你再这样下去，会活生生的把所有喜欢你的人和你喜欢的人都逼走的。你真的想过，你的一辈子要怎么过？我想得很清楚，我不需要别人在意我，我自己有钱有权，想要谁在我身边就让谁在我身边，也可以让我在意的人过得好好的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另外，我怎样过我这一辈子，不需要你来告诉我。我明白，你们觉得所有事情都需要一个结果。裴文轩用这个结果逼我，如今你也要逼我。是，他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不想付出，又希望他在我身边，这就是自私。不管我对他多好，只要给不了他要的，就该把一切都说清楚，不该留。今日之事是我的错。是我在心里一直逃避他的感情，所以凡事都往不好的地方想。今日但凡我多留心几分，也不至于伤害他，所以我应当同他道歉，也应当同他说清楚。我不应该自以为是的对他好，觉得这样就可以弥补他对我的付出。他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如果我给不了，就应该说清楚。殿下，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和他真正在一起呢？殿下，到了。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要同裴文轩在一起呢？蓉儿，你且记住，所有的恩爱欢愉在权势面前，不过是过眼云烟，会早早的埋入坟墓。我有点放不下。你和他什么关系？青梅竹马。殿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
殿下回来了。你还没睡？微臣受了点伤，怕是要起夜换药，以免打扰殿下，微臣打算从今日起夜宿书房，还请殿下准允。更深路重，殿下还是早些回去歇息吧。对不起，以前不曾同你解释清楚，一直躲着你，是我不对。今日辜负了你的心，也是我不对。殿下不用太在意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接受不接受，本就是殿下的事，没有对错可言。今日是我冒昧了，还请殿下见谅。你真的想过，你的一辈子要怎么过？殿下，你想要过很好的一生，你不想像从前一样，你想要太子殿下好好的，想要一个美好的家庭，想要一个爱你、牵你爱着的人，你想要孩子承欢膝下，想要一个能够互相依靠、陪你共度晚年的人，不是吗？裴文轩，你能不能再等等我？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讨喜的人，尤其是在感情这件事情上，我更是令人生厌。我没法相信你，也没法相信我自己。但我不是感受不到你对我的好，更不是故意想拖着你。我知道无数道理，但我就是做不到。我就是做不到将心毫无防备地交给另一个人，所以我总是想要一遍又一遍地确认你不会离开。但是纵然我有千万不是，你能不能看在哪怕是在一场梦里，我们好不容易又被上天撮合在一起的份上，你等等我，别走。行，你肯定觉得很荒唐，你就当我随便一说吧。你还是顺着你自己的心意就好。想要离开也没有关系，蓉蓉，没关系。蓉蓉，10年、20年够不够？
气不好的，就是喜欢被人欺负。所以在我眼里，你比天下间任何人都要好。太丢人了，让你见笑。有什么丢人的？我就是喜欢看殿下狼狈的样子，这样我高兴。今天这事儿是你对不住我啊！你知道你扎掉的那些花有多贵吗？那多贵花的不还是我的钱吗？你把钱花在这些有的没的的地方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反倒来跟我说有多贵。行了，不跟你贫嘴，把衣服穿上，别着凉了。来，走吧，我送你回房。苏大人有何事，都可直言不讳。娘娘，可有意扶苏王以弟代兄？大夏素来力敌力长，我不敢想。娘娘，我以为您若想结交我苏家，有些事不必遮掩。您的目标，您以为别人不知道，可或许全天下都知道。如蒙苏大人不弃，本宫代肃王拜苏大人为上卿。好，眼下有一桩事，需要借娘娘之力。那殿下先休息吧。你不休息吗？殿下不是允我睡书房了吗？那你还站在这儿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让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上早朝。微臣谨遵殿下吩咐，这就告退。什么意思啊？方才明明说的好好的，怎么又睡书房了？男人真奇怪。殿下，我忘了件事儿。什么？公子啊，我呢又给您拿了床被子啊，晚上要冷呢就拿这个压压脚。那个我有句话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那就别讲。你干什么呀？有走什么？怕什么？你不想知道真相吗？谢大人，可认得？你从哪里借来的？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同样的挂坠，我曾在谢家一位妹妹身上见过。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父皇，有了这个挂坠，
加上二人相似的容貌，还有之前的诛杀，这让儿臣不得不多想，所以索性直接派人去查了谢大人的生平过往。这一查可不得了，儿臣发现，原来谢大人还有一段风流往事，惹得满城风雨。说是谢大人年少时曾与一位江湖女子相爱，但因为家中阻挠，未能在一起。那女子当时怀着身孕便离开了，独自一人带下孩子，取名令妃白。殿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查清楚，而谢大人呢，在难道婚后又找到了那位女子，但他不愿成为她的妾室，也不想自己的孩子回到谢家。谢大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答应了此事，并为其提供了庇护，成立了如今的七星堂。诸位听完这个故事，觉得是一个公主在一次又一次脑子有病的情况下，指使儿子去杀生父的可能性大一些，还是父子串供诬告公主的可能性大呢？胡说八道！有没有胡说八道？滴血认亲，一验便知。父皇，拿碗水来。殿下，谢大人，你是刑部尚书，滴血认亲，很熟吧？千里奔袭华京，未婚先孕却惨遭抛弃，自此孤苦一生。令公子，你为人子女，都不为了你的母亲感到悲叹吗？谢大人不动，是身子不便，还是不敢啊？谢大人，谢兰清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陛下，有人陷害老臣，滴血验亲是假的，这不能证明我和这个杀手是父子的关系，我不认识他。谢大人，你刺杀公主在先，串通亲子诬陷公主在后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伏法认罪，以求陛下和殿下的宽恕，却在这里狡辩抗法。我倒是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人让你有这么大胆子，置陛下于不顾，置王法于不顾，置君臣纲常于不顾，置天地道义于不顾？裴文轩，你个心口雌黄的小儿！陛下，老臣为官30年，为国为君鞠躬尽瘁，如今却要受这2个小儿的诬陷，望陛下明察。明察。谢兰清，你作为朝中多年老臣，朕本应对你的话深信不疑。可如今铁证在此，你要朕如何明察？你说平月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害你，算计你，她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子，如何算计得了你这在朝堂上混了30多年的老狐狸？陛下息怒，陛下，此事有太多的误会，陛下。什么误会？往日没有证据就罢了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有什么误会？去大牢里说吧。陛下，来人，将这个逆臣拖下去，送御史台，交由裴文轩查办。陛下，不可呀，陛下！陛下，裴文轩乃公主驸马，如此不避嫌，怕是难以服众啊。驸马怎么了？你们办事的时候就可以不分公私，到了朕这里就要避嫌了吗？就这么定了，此案交由裴文轩查办。
谁再多说一句，一起拖下去斩。陛下，微臣认为，此案由微臣主审，确为不妥，还是交回刑部吧。交回刑部？刑部有谁敢审他？微臣愿举荐一人。讲。刑部右侍郎裴礼明，此人为微臣叔父，为人忠正秉直，刚正不阿，在刑部办案多年，熟知刑律。微臣举贤不避亲，愿举荐此人查办此案。臣附议。微臣也认为裴侍郎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。既然苏爱卿也如此说，那就交由裴侍郎查办此案。拟旨。老臣愿意再验一次。拿清水来，拖下去。老臣愿意再验一次。陛下，拿清水来。老臣愿意再验一次。陛下，老臣冤枉啊！陛下，老臣愿意再验一次，就一次。朕有些乏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裴文轩留下，朕有话说。殿下今日的举动，大大出乎微臣的意料。苏大人今日所为，也大大的出乎了我的意料。殿下以为我会做什么？我以为谢兰清的案子，你不会让。他刺杀殿下，微臣肯定不会包庇。但是殿下，您为何一定要建立督察司？为国、为民、为天理公道。天理公道，难道在殿下心中与世家为敌，就是天理公道了吗？世家之中纵有蛀虫，可也是大夏之根本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为了几条蛀虫，动了大夏根本，届时会战火再起，风雨飘摇。殿下心中的国民社稷、天理公道，焉有所存呢？不说这些了。殿下，你嫁给裴文轩之后，过得好吗？苏大人，其实我的感情真的不用苏大人如此费心。其实，微臣有一个小小的愿望。微臣希望殿下的感情不要涉及权政，能干干净净，不留遗憾。驸马慢走。还望殿下以后行事多加小心。微臣先告辞了。你们俩挺开心的嘛。父皇同你说什么了？陛下问我，为何是裴礼明？你怎么说的？这机会给别人，那是锦上添花；但是给裴家，那就是雪中送炭。两者的心态云泥之别。说的不错。
殿下跟苏大人到底在说些什么？我看殿下倒是被说得很动情，被感动了。对，他刚刚同我说了一件颇为重要的事情，让我心中很是动容，不免对他多了几分想法。多了几分想法？您对他的想法还不够多吗？还要怎么多啊？你把人都放心尖上算了。只是辛苦苏大人要受累喽。哎，不是，放我心尖上，怎么就让他受累了？殿下心尖上的位置就这么大一点，您说苏大人站上去要不要经济独立？左腿站累了换右腿，右腿站累了换左腿，您说苏大人累不累？累，累死了！这么累的活，我看裴大人是干不了，我还是另找他人。哎，殿下，此言差矣。殿下对我有所不知，裴某的独门绝技就是经济独立。要是殿下愿意，裴某愿意单腿站在殿下心尖上一辈子。哎，刚在里面看你一点都不担心啊，尤其是滴血认亲的时候，看起来还挺自信。微臣之前办过一个沉船案，事后很多家属都过来认亲，用的就是滴血的法子。可用的多了也觉得蹊跷。后来微臣才知道，随便两个人的血都能融在一起，这滴血认亲的法子根本就是没有依据的。哎，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俩的血也能相融喽？刘，你这个人真是……殿下，叔父，叔父不必多礼。叔父，令妃白到刑部了吗？到了，上官小姐方才送到。那我直接去见人。微臣在此恭候殿下。为何会举荐我？有了叔父，就能像现在这样进入刑部大牢。虽然你举荐了我，但有些该说的话，我还是要说的。你做事啊，有些莽撞了。这事儿，你该早些来跟我说一声。我也不知今日会出这档子事儿，陛下临时要人，我也只能将叔父临时拉出来帮忙。这叫帮忙？1饼、2饼、3饼。哎，我4饼呢？我4饼怎么没了？殿下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猜到殿下要来审他，就一直在这等着。殿下，我心里好奇的紧，你快给我解惑吧。令公子，你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母亲从未同我说过的。2年前，母亲在最后一刻还抓着这块玉佩。她说她要见这块玉佩的主人。这一年，我18岁，我还没有成亲，而你和父皇都还没有死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莫非老天爷都觉得过去的我活得太过憋屈？你不过跟你母后一样，想利用上官家族来控制皇室。有一日若我登基，你也会像世家逼父皇一样逼我吗？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青梅竹马。
荣清现在怎么样？裴文轩这个狗东西，当初瞎眼选了你，不料竟招了杀身之祸。这一次，你给我等着！殿下，我们该出发了，可不能让陛下等着了。你可知，父皇宣我用膳，所为何事？陛下要跟您选驸马喽。竟又赶上这鸿门宴，好巧不巧，竟是回到了这一天。上苍既然重新给了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绝不能再重蹈覆辙了。裴文轩，最好没有你。更衣。公主殿下，裴文轩，不管咱们因为什么在一起，既成了夫妻，我还是想同你好好过一辈子的。臣不胜荣幸，定当结草衔环以报。既如此，那日后相处，第一件事情便是坦诚。当初说的再好，也不过跟着宫里的人一样，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权势与利益。10余年未见父皇，原来我在18岁时，他便已经这么老了吗？父皇，若一切重来，我们可否只是寻常百姓家的妇女？你站在门口做什么？儿臣给父皇请安。免了，过来同朕一起用膳吧。父皇，这是儿臣给您带的长乐宫您最爱吃的栗子糕，您尝尝。福公公，这与礼不合。闭嘴！这可是殿下带来的点心。殿下恕罪，新来的不懂规矩。快去。好吃，父皇尝尝。好，王尝尝。荣日有心了。父皇今日怎么有兴致叫儿臣过来用膳呀？不来。来人，殿下请看，第一位，宁国侯卢廷威之子，
御赐世袭公侯世子卢宇。第二位，护国征西大元帅杨业次子，御赐1等少将军杨权。第三位，新晋才子崔玉郎，竟跟此前一模一样。第四位，前礼部侍郎裴礼之之子，永宁22年推举首选裴文轩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终究躲不掉。父皇，啊，近日朝中都在说你的婚事，这想着你也到了出嫁的年纪，便叫你过来看看，这4位公子有没有合心意的？怎么，一个中意的都没有？这可是朕精心为你挑选的，你随便选一个有眼缘的，其他的事情朕会帮你安排妥当。一切如旧，我不过是父皇平衡世家的一颗棋子。儿臣倒不是觉得没有中意的，儿臣就是觉得他们长得都好看，儿臣都想要。胡闹！都退下。殿下告退。若真如你所说，那日后那些大臣们的折子，都能把朕给埋了。父皇，儿臣就是开个玩笑嘛。那您说成婚最重要的是不是人品，不是长相啊？那儿臣光看肯定看不出来什么。不如这样吧，你让儿臣装扮成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，把这些人叫出来见一见，聊一聊，提前培养一下感情。最好啊是能带儿臣出宫游玩一下。儿臣听说玲珑阁的烤鸭最好吃了，护国寺的桃花。好了好了，你到底是要去见夫婿呀，还是想出宫去玩啊？父皇，父皇，您就答应儿臣吧，父皇，父皇，父皇。而且马上要办春宴了吗？那就借着办春宴见一见喽。把这4位公子都请过来，你跟他们见见面，说说话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顾虑吗？儿臣觉得，如果单叫他们4个人，未免太过明显了，不如再多叫些世家子弟过来。这人好不好都是相比较出来的嘛。那么多公子站在一起，谁好谁坏，儿臣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父皇以为呢？倒是个主意。哼，就你鬼主意多。多谢父皇。天大的好事啊！童烨，你的脸怎会如此年轻？我这脸还年轻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是不是被秦小姐退婚这事气到了？啊？可不能往心里去啊！这是她退婚，是她的损失。你等等，今日是何年月？永宁24年3月初1啊。公子，记住今天，今天可是个天大的好日子。什么好日子？我长话短说啊。最近咱不是诸事不顺吗？啊，秦小姐退婚咱不说，佟大娘天天堵着门催债呀。二叔啊，把着咱这银子，他就一个。这不是我最穷的时候吗？还好日子。你说，如果行了，你不是说长话短说吗？好，我得想办法帮您转运呐。我就去给祖上上了香。说重点。
重点来了啊！我刚许了愿，给您求个好姻缘，这老爷就显灵了，您知道吗？啊，平越公主让她的侍女给您送来了春宴的请帖，要您去参加呢。平越公主啊，李荣啊，可不能指挥公主名讳啊！他们听到传出去是要杀头的。哎呀，人家在书房等咱半天了，那，咱这么想啊，这秦家退婚也有原因呢。你说，自从老爷子去世以后，二叔就压着你，要钱钱不给，要权权不给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些事儿啊，估计就是那些坏胚子给使的坏。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这事儿从今往后不许再提了。好，但你不许伤心了啊！是报应吗？我又回到了最穷困潦倒的时候。秦家小姐退婚，不久之后便是平越公主纳婿。裴公子，这是平越公主让我交给你的春宴请柬。她收到请帖的时候，有没有很惊喜、很意外？啊？她有没有吃惊地问你？啊，哎呀，我这只是一个八品小官，平越公主怎么会送我请帖呢？她是不是高兴疯了？当时的情形是……静兰姑娘，我就是想再确认一下，您这个请柬是要给我们家公子的吧？啊，我们家公子刚刚晋升8品，请柬没送错，定是公主殿下送给我的。裴某不才，好在皮相尚可。皮相尚可？嗯，好一个皮相尚可！那我就让你红颜薄命。这是一个从头再来的梦，一切又重新开始了。